是我探店历程里面最特殊的一次，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吃得起的餐厅。又到了吃台州菜的日子，就是你们都知道新荣记对吧？在国内已经算是最高端的餐厅了吧？但是我今天才知道，它还有一个高端定制版，叫荣府宴啊！你好，荣府宴是在里面对吧？是的，他家在上海的贝轩大公馆，也是贝聿铭先生的祖宅，3层的老府邸，就是你走进它，就会有一种在民国时期去什么贵族家吃饭的感觉。走进包间的那一刻，我就是直接一个呆住。荣叔今天都在，到底什么聚会啊？今天我们还是安静的吃菜吧。开餐前是今天的食材展示环节，印象最深的是这个600克的松茸黄，比手臂还粗。前菜一共有5道，第一个是手工鱼饼，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淡，但吃起来鱼肉味特别足，鱼饼的整体非常的厚实，调味不是很明显，但特别鲜。卤水鹅头嗑起来很香，卤味很明显的同时又不会很咸，外面的皮特别有嚼头，有点像成都鸭脑壳，但是感觉做法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熏鲳鱼选择了中段的部分，就是最肥美的部分，所以吃起来焦脆爆汁，里面的肉其实也很鲜嫩。生腌虾的摆盘真的巨漂亮，吃起来是比较潮湿生腌的咸辣，不是泰式的那种酸辣。虾肉吃起来也很弹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点是上海青松茸黄鱼蒸饺，这用料可以说拉满了。我早就知道他们家一条黄鱼做菜要上千，这用来包饺子128一只。我咬下去最大的感觉是它里面的汤汁像海鲜汤一样，再加上上海青清脆的那个味道，就这个饺子吃起来特别的鲜灵。里面包的松茸也不只是调味，它真的很大块，让我想起了鲅鱼水饺。然后这个菜被称为姑娘蟹，它是梭子蟹的蟹肉拆出来之后放到蟹壳里，还点缀了一点鱼子酱，它嚼在嘴里是一种莫名的甘甜味。汤是松茸炖黄鱼狮子头，汤底也充斥着松茸的菌香，但汤底其实用虫草花和火腿片搭配着松茸浸润的清汤，鱼肉也是保留了一些块状，口感上面会更好，不会过于绵密。然后是主菜，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真的很好，云南的菌子和沿海的海参就会有一种南北食材碰撞的感觉，酱烧以后更加激发了那个食材的鲜味，还带了一些红烧的甜味。炖煮以后的海参甚至有点像红烧肉，但是它更有弹性和胶质感，这个就是非常纯粹的美食，好吃啊！我觉得酱特别香。这个菜是家烧鲶鱼，鲶鱼的肉质非常的细嫩，它大多出生于东海海域，就刺儿少骨软，它是蒜瓣肉的质地。家烧的做法也会还原食材最本身的味道。新荣记家烧菜，新荣记的家烧菜的汤，我泡饭真的可以吃5碗，汤汁特别粘稠，包裹着米饭，你甚至吃出了烫饭的感觉。接着又是一个季节限定菜，时令的红牙鱼吃起来很绵密，松软细汁，甲鱼炖的来汤底都很粘稠了，而且甲鱼的裙边真的很有厚度，吃起来满满的胶质，就看着这个金汤四溢，你吃起来脑袋里面会放烟花。诶，这什么形容？然后这个是炒的鸡枞菌，它是那种非常特别的菌香，红南没有闻到过的味道，就吃起来肉感十足。这个牛肉反而显得更加的没那么抢眼。然后我们在吃过了豆芽和豆腐2个菜之后，就迎来了今天的主食鱼翅包饭。米饭颗颗饱满油润，它每一粒饭粒都能吃到蘑菇的鲜味，而且整个饭的调味有种淡淡的感觉，但是你越嚼越会发现那个油香和菌香特别的浓，特别是你吞下去之后，就嘴巴里还回味勾人。新荣记的各种饭真的很厉害，我最后的感觉就是相比于新荣记，荣府宴的食材真的都很极端。哎，算了，我也别乱总结了，我也真的很想知道这一顿饭到底多少钱啊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。咖啡儿，广州人怎么这么会做乳鸽呀？我是真服了。这次来广州主要是看《红楼梦》，然后我的广州朋友就说，如果这次来广州只吃1顿饭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这家。朋友开着新提的新蓝图 Free 来做我的专职司机，就排名一下就上来了。之所以买这个车，主要是在城市里开电车更经济更合适，省电省油，1周1充就可以了。30万以内就能买到这样一辆带有全家的 SUV， 真不错。而且这个豪华座舱也很舒服，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。你好，1点钟预定了2位。一进门的这个荣誉墙一点也不收敛，见了一个空口吃百香果，真酸。我的问题，我们的第一个菜非常的清淡，秘制安格斯牛肋骨，现烤之后出来切片，还在滋滋作响，淋上黑胡椒汁。请问一下，广州真的有这个菜吗？但就是想大口吃肉啊。这个排骨真的很烂，有点中西结合的感觉。它这个肉细嫩多汁，有一点点像炖牛舌，特别是肉嚼开的时候香气会扑鼻，就算是瘦肉也会带上一点软筋，就是它的肌肉组织轻易的就可以被剥开，然后酱汁就会渗进去。然后是这个菜，螺片鲍鱼捞鸡，就这个菜是我记忆中的广州，清中带鲜，淡中带美。你可以像吃河豚肉一样，用螺片卷着鲍鱼和鸡肉，再加一点葱丝，尝到了白切鸡的感觉，真好。就是鸡皮很脆，鸡肉又很紧，还有弹弹的鲍鱼，嚼在嘴巴里就是一个清爽又调皮的口感。它甚至还有点香油的味道，微微的酸甜味，让我想起了新疆椒麻鸡，清爽但有足够的肉感，好吃。单独的鸡皮是最好吃的。然后就到了他家乳鸽，它真的很有仪式感，在你面前剖开然后修剪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乳鸽它用的香茅来腌制，我觉得香茅会加重那个鸽子肉的味道，好浓的乳鸽味。鸽子皮也是非常漂亮的焦糖色，店里称这个为玻璃皮。它这乳鸽是真的很肥，因为咬开那层糖衣，那个肉汁就会慢慢挤出来，你就跟在喝鸽子汤一样，一股淡淡的香茅味，有一点花椒油的味道，那个乳鸽的野味特别的浓郁。但是我们没有预定，只能点1只。今天让我重新认识了烤乳鸽这个菜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剁椒红玫瑰，
1030，它怎么越看越像香菜？中间的骨头换成了肥肠，发酵过的剁浆非常香，石斑鱼就非常像鸡肉，舌头都可以碾碎。这个菜石斑鱼可以卖到这么贵吗？肥肠很一般，就因为肥肠完全不入味，感觉它跟剁椒没什么关系。然后是沙虫海螺焖鸡，用的是海南的文昌鸡，所以鸡肉吃起来会有那种又弹又滑的感觉。它有一股非常浓烈的黏味，就是家里做的鲜味。毕竟这3种食材搭在一起，就是鲜中加鲜。这种稀少的就是沙虫，沙虫有点像鱼泡的口感，汤里汇聚了各种精华。舀一勺汤，一半都是油。它好像是为了让鸡肉更入味，所以鸡汤有点咸，但它主要是吃鸡肉嘛。这个月吃到过了最嫩的鸡了。然后是黑松露蒸鲍鱼，这个菜就是咸鲜口，酱汁非常突出，这个酱汁有点像东坡肉加巧克力的感觉，它像个甜品，但是又因为它有黑松露，坚果香还很开胃。你知道我要干嘛了吧？可以帮我们上一碗白米饭吗？这种就要泡饭，就是鲍鱼什么的根本无所谓，就是我最爱的巧克力酱油拌饭。能再来个煎蛋吗？这个饭太绝了，这碗饭是我今天吃到的第一梯队的味道。然后是豆腐蒸肉，下面是虾仁和鱿鱼做的馅儿，很像成都的肉末蒸蛋，甜甜的，豆腐很嫩。下面的那个豆腐比那个肉还好吃。然后我们迎来了今天的王者，就是这个黑芝麻糊双皮奶。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他们家便宜的菜都很好吃。就是大家说的纵享丝滑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今天终于明白了，熟芝麻的油脂和乳脂结合的非常惊艳，黑芝麻汤圆里的馅儿加上淡淡的牛奶甜味，乳鸽和这个双皮奶就真的非常给劲儿。这个双皮奶真的是我今天舔盘子的菜。吃完觉得他家还是很好，但就是有点贵，觉得贵好像是我的问题。下次我要点双份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好呀。说有一种辣叫江西辣，就是连湖南人、四川人吃了都要受不了的那种，是不是哦？哎呀，都拉出来了。夏天到了，正好来南昌，这也是今年第一顿烧烤小龙虾。鸡鸽子吧？我感觉成都人对烧烤的要求都很高，都非常的倔，但是我第一串就没吃过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南昌。不是鸡爪是可以用来烧烤的吗？但是它怎么看上去肥肥糯糯的？它应该是先卤后炸再烧烤，特别是鸡爪中间的部分，舌头一用劲它就脱骨了，而且烤的特别的入味，调味还有一种微微的甜味，有一点点像红烧鸡爪，里面的筋也很 Q 弹。已经开始辣了。然后是五花肉，我觉得它这个肉特肥，所以烤出来更容易外焦里嫩，一口下去油脂爆开的感觉很明显，所以配上生菜和蒜瓣会格外的香。江西烧烤真的比四川烧烤辣很多。他家还有这种原创的牛油小串，这个也是他们家的特色之一。它这个牛油单吃的话，比五花肉还浓郁，牛油的表面烤得脆脆的，它是真的有一股奶香味在里面。这个是韭菜羊肉串，感觉里面的韭菜味和羊膻味都比较冲的那种，特别新鲜的羊膻味。接下来我感受到了南昌人对皮蛋的热爱。烤皮蛋，你好，它这个壳能吃吗？严谨一点，它是蒜蓉鱼子酱烤皮蛋，它带壳烤的，保留了皮蛋的 Q 弹，但是又有烧烤的鲜辣。鱼子酱和蒜蓉真的是点睛之笔，就是皮蛋的咸味和蒜蓉的咸味，还有海鲜的咸味都特别的配。皮蛋生蚝的感觉。你再来一口可口可乐，它和烧烤简直是热辣畅爽搭子。现在上大众点评搜可口可乐的烧烤局攻略，还可以看到当地 TOP 50的烧烤店哦。来南昌吃烧烤还可以线下打卡当地的可口可乐的烧烤节，参与游戏互动，还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礼品。哇，江西人都这么能吃辣吗？也有极限踩蹦蹦和听前奏猜歌名这样的活动，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们也可以试一试。好啦，继续吃菜。它这个猪蹄其实外面特别的脆，像是用卤过的老妈蹄味拿来烤，里面的肉就是比较松散。不过它最大的特点还是辣，那个辣味一下上来了，特别的辣，就它是卤味里面就带了很辣。想象一下吃了曹氏中辣的感觉，然后烧烤还给你刷辣。江西人吃辣真的很猛。那个猪蹄把海的给我拉出来了，真的很夸张。然后这个是我夏天最爱的美食小龙虾，分量为什么这么大一份？第一份点的是他们家的凉拌柠檬，就凉拌的虾肉口感和蛙肉感觉有些像，弹弹嫩嫩的，然后那个酸辣味特别入味，你光吸虾头里面的汁儿就很好吃，好清爽。这个是经典蒜蓉版的，它在炒的时候加了小米辣，你只需要把它单边的壳咬掉，就可以把虾尾的肉拖出来。接着这是一盘紫苏五花肉，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组合呀！紫苏独特的清香和滋滋冒油的五花产生的那个化学反应，就让你特别开胃。它这一出就是又辣又甜的味道。然后是老王的肥肠，它也是先卤再烤，就感觉又韧又弹，还有一种微微的脆感。3下5串就没了。果然夏天就应该约着朋友烧烤加可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维尔。日本想要吃上一碗跟动画里一样的拉面有多难，但恰好就是有这样的店，每个月只能约一次。他家的面都是从太空运过来的吧？凭什么区一个拉面店可以拉到这种排面？又到了吃拉面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可能是我今年吃过最好吃的拉面了。虽然我真的很不爽这种预约制，但我还是会想，如果我娶了姐夫的姐姐，那我的姐夫也要叫我姐夫吗？日本是真的很喜欢排队。他家没有在那种很繁华的商业区，门口就写了完全预约制。所以我第一次想用美的来形容一碗面，摆盘非常讲究，肥肥糯糯的鸡肉，粉粉嫩嫩的鸭肉叉烧，还有几颗馄饨。他家有盐和酱油2种味道，我这碗就是酱油的，表面上浮了那层油真的很好看，因为它的汤用的是博多地鸡和北海道海带熬制的，所以喝起来鲜中带甜，油腻味也不是很重。这汤真的绝了，就这种面条它会比较爽口，口感也很柔软，而且它真的自带一股小麦的香气，还很能挂汤。师傅甩面的动作和那个步骤都和普通拉面店不一样。它那个馄饨里面塞了一些柚子，所以吃起来还有一丝丝的果香。它那个鸭肉非常的软，甚至会有一种梅菜扣肉的感觉。猪肉叉烧我喜欢把它泡在汤里，因为热汤会让那个油脂更好吃。真的第一口猪肉，他家那边就是你看起来非常的清淡，但是吃起来
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油香，因为里面的肉都是烟熏过的，所以泡过肉的汤也会有一种烟熏的味道，它像是野味儿。而且这里面的鸡肉全是低温熟成的鸡肉。我还特别想夸一下这个鸡肉，嚼下去没什么齿感，它像鸡胸肉，像鸡腿肉。它那个鸡肉好好吃，跟果冻一样。而且这个叉烧真的超级满足。我甚至还单点了一份叉烧，而且当你吃到后面，你会发现汤底的下面它其实是有很浓的菌菇味的，所以慢慢的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家这么装逼是预约制，可能因为这个汤真的很难调吧。每一碗面都很复杂，而且推荐指数8.5分，嘎味儿。